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宣统年间，保靖县有一冯姓富商，祖上也曾出过大官，在当地颇有名望。冯家3代单传，到了冯少爷这一辈，早早就娶了妻，盼着能开枝散叶，让冯家枝繁叶茂传承下去。可惜冯少爷与夫人高氏成亲3年，每日辛苦耕耘，仍未有子嗣。冯老太太急了，笃定是媳妇的问题，既然她不行，那就换一个。又听说乡下姑娘好养活好生养，而且后续处理起来比较省事，于是冯老太太特意跑到乡下寻找人选。阿喜从众多姑娘中脱颖而出，不仅生得貌美，而且父亲重病，急需用钱，家道中落无背景，贫穷柔弱好拿捏，于是阿喜就这样被领进了冯府。刚进冯府，便领教了冯老太太的下马威，都脱了，我看看。偏听阿喜被冯老太太要求在几个老妈子面前毫无遮拦地检查全身，其目的是想看看她够不够格为冯家传宗接代。看了牙扣，又看了全身有无胎记，腋下是否有异味，私密部位是否完好，如同皇帝选妃。几番折腾下，阿喜浑身通红，既羞又恼，可为了父亲医药费和这辈子荣华富贵，他必须受着。冯老太太承诺过，只要他能为冯府生个儿子，不仅父亲的医药费全包，还会给他名分，让他做妾，保证这辈子的荣华富贵，能与冯家攀上关系。这对于阿喜全家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，何况还是这么优厚的条件。冯老太太见完，阿喜被送去了大夫人高氏处。高氏正慢悠悠地吃着果子喝着甜汤，屋里装修得精巧漂亮。阿喜偷偷打量，露出羡慕神色。如果不是这个机会，他怕是一辈子也没机会见识。阿喜心底暗暗说道，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留在这里。正当他跪的膝盖开始疼痛，忍耐不住时，高氏开了口，冯家可是大户人家，不是你那小门小户，你来便来了，可要小心这些。阿喜赶紧低头应声。高氏又道，这些日子刚好爷出去做买卖了，你先跟在我身边学学规矩。是，夫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喜每日在高氏身边伺候着，端茶递水，捶背捏肩，累得够呛。高氏说，等爷回来，你也要这样每日伺候着，切不可怠慢了。在冯家少爷回来的那天，高氏见着阿喜便臭着脸，这可真是夺夫之恨了。他撇撇自己的肚子，谁让你这么不争气？高氏叫来阿喜，问道，我之前交代你的，你可记清了？夫人，记清了。那你重复一遍给我听。是，夫人。知小爷要回来。阿喜按耐住内心的欢喜，恭恭敬敬对高氏讲道，爷不爱吃豆类，喜喝碧螺春，每日回来劳累要记得给爷按摩泡脚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同房时不能点灯。高氏点点头，你要切记，同房时不能点灯，不然你就犯了爷的大忌，到时我可救不了你。阿喜郑重地点点头，行了一礼道，谢谢夫人。行了，吃完晚饭你便洗个澡，在房间等着，等爷忙完自会过去。是。到了晚上，阿喜羞涩又兴奋，穿上薄纱衣裙躺在床上。房内没有点灯，只有微弱月光透进来，映照着床上的美人皮肤越发雪白，让人心神荡漾。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高大强壮，阿喜心开始砰砰乱跳。身影慢慢往这边走来，到了床边迟迟没有动作。阿喜忐忑不安，不知何意。身影动了动，却只是伸开了手。阿喜懂了，忍着羞涩将衣服解开，又俯身朝男人靠去，伺候他脱了衣物，两人朝床上倒去。一夜激情过后，阿喜清晨醒来，惬意地伸了伸懒腰，
见身旁已没了冯少爷踪影，便来到院中寻找。昨夜未看清少爷长相，但龙精虎猛的劲头，现在阿喜想起还红了脸。他在院中左右张看，突然前厅热闹起来，仆人喊道：“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！”一个身形消瘦的男子踱步走了进来。男子边走边说道：“老夫人可好？”仆人弓着腰应道：“老夫人身体好，就是盼着您早点回来。少爷不是说昨个回来吗？哦，遇见故友，耽误了一天。”阿喜瞬间感觉天崩地裂，见冯少爷往这走来，他急忙躲回了屋。外面人是冯少爷，那一夜春宵的男人是谁？此事太过荒唐，必定不能大肆张扬。阿喜一整天都躲在屋里考虑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莫非是夫人害他？晚间，阿喜还闷在屋内，夫人来了，一进门便笑意盈盈地说：“爷回来了，晚上啊，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。”阿喜诺诺地问：“夫人不是说昨夜爷回来吗？”他啊，碰见朋友，贪酒喝了2杯，直接在外面歇下了。瞧我这记性，忘记派人通知你了，怎么一晚上都等不了了？不是，不是，夫人。阿喜不敢再问，夫人也没久留，嘱咐2句便走了。阿喜在屋里走来走去，那些精细器皿、丝滑绸缎一件件抚了过去，他必须留下，不管这件事是谁策划，或者是阴差阳错，夫人没有察觉和明说，那他就还有希望。为了弥补这个失误，阿喜下定决心，定要获得冯少爷的心。当天夜里，冯少爷来了，他听闻母亲给自己寻了一个容貌身体俱佳的女子繁衍后代，早已迫不及待。见着阿喜，眼前一亮，精心打扮过的美人与自家夫人相比，更是年轻娇俏，况且放得开玩得起，甚得心意。2人喝了些小酒，冯少爷醉倒在那温柔乡，一夜干柴烈火。阿喜顺利将尸身这事瞒住，算是过了一关。还有另一件事不弄明白，他还是有些寝食难安。那晚的男人究竟是谁？接下来只要将那晚的男人找出来，剩下的事情都好解决了。于是阿喜有意无意地接近府中的仆人，不论是柴夫还是厨子、管事，只要是男性都有可能。可惜观察了几天毫无收获。转眼阿喜同冯少爷同房已有3月有余，照理说这个频率早该中了，可惜肚子毫无动静。阿喜急坏了，经常窝在屋里虔诚祈祷，祈愿送子娘娘让他得偿所愿。又过了2月，仍无消息。冯老太太心里琢磨着，这换了地还是不行，难不成是那耕田的牛有问题？不管心里再也不情愿，还是悄悄带着冯少爷去看了大夫。大夫一瞧，乐了。平日里都是2个妇人不停地抓药治着不孕之症，今日一瞧，原来坏在根上。冯老太太得知结果后，脸都垮了，给了厚厚酬金让大夫守口如瓶。回家后，冯老太太想着，冯家不能断在她手上，必须得想个法子，不然100年之后，这家产怕是被那些打不着的亲戚给瓜分了去。于是她给冯少爷下了死命令，为了绵延子嗣，让冯府的荣耀传承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必须得弄出个儿子出来，哪怕这个孩子不是冯府亲生的。阿喜这厢还在为孩子发愁，满腹心事在府里闲逛。回神时，抬头一看，竟走到了冯少爷书房。夫人警告过，书房这处他不能来。正欲离开，里面传来谈话声，细听是高氏同少爷在说些什么。阿喜想听听他们私下聊些啥，便悄悄贴了过去。相公，这都半年了，那阿喜还没怀上，要不要打发了去，再找个人来？哎，找谁都一样。相公，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明个去庙里拜拜，怎么就怀不上呢？夫人，我怎么了？冯少爷是有苦难言，事关男人的尊严，这让他怎么说得出口？
可门外的阿喜听着夫人有将自己打发的念头，吓得小脸惨白。他不能回去，还没生出儿子，回去后爹的医药费怎么办？这里的一切也让他舍不得放弃，不管如何要想办法留下。既然同冯少爷同房一直无法怀孕，那换个人呢？且试一试，便知道问题出在谁身上。于是他便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这天，阿喜去找了高氏，可怜兮兮说道：“夫人，我许久没有归家，不知父亲身体如何？我想回去看看，请您准许。”高氏淡淡说道：“你有孝心，我自然是许的。只是你如今身份不同，那乡下地方你带个人同去。来人，去后院把那柴夫叫来。”高氏吩咐完，对着阿喜说道：“他熟悉路，让他护着你回去吧。”“谢谢夫人。”阿喜本打算借着回乡之际找个人，却被夫人这一吩咐打乱了计划。不过看见柴夫那一刻，阿喜又有了新的打算。回乡时，阿喜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走到野外一片花丛时，他欢快地跑了过去。鲜花配美人，如此娇嫩欲滴，羞答答朝柴夫望去，其中意思不言而喻。柴夫哪经得起如此诱惑？二人地为床，天为被，翻云覆雨。在这忘我之际，没料到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望着他们，赫然是那高氏。见两人如他所愿，露出满意的笑容后便离去了。这次回乡归来，阿喜面色红润，仿佛家乡的水土格外滋养人。过了月余，一次用餐时，阿喜突然捂住嘴干呕起来，没一人觉得恶心，只觉得欣喜若狂。冯老太太火急火燎地叫大夫来替她把脉。不出所料，阿喜有喜了，怀孕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了整个冯府。冯老太太和冯少爷不必说，就连高氏也偷偷捂住嘴笑了。后院的柴夫更是开心地连劈了一夜的柴。怀了身子的阿喜成了冯府最要紧的人，想吃什么都能第一时间有人送上。仆人全部被冯老太指派去伺候他，就连高氏身边的仆人也不例外。只要他张口，那是要什么有什么。冯少爷那厢对阿喜更是体贴入微，将他捧到了手心，每天来听听孩子的动静。阿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，如果一辈子这样多好。高氏那边见着阿喜如今娇气的样，虽一手是他策划，可也气得咬碎了牙。10个月转瞬即逝，阿喜在冬夜为冯府诞下一名男婴，这把冯老太和冯少爷高兴得不行，当即跟宝贝一般将孩子抱了去，留下阿喜一人虚弱地躺在床上。阿喜全凭着一口气撑了过来，身子刚好，他就迫不及待找到老太太。此时老太太正抱着乖孙挪不开眼。老夫人，如今我已为冯家诞下男婴，您可以兑现当初的承诺了吗？老太太头都没抬，用手指摸摸乖孙的脸蛋，轻轻说道：“什么承诺？当初我进府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为冯府生个儿子，不仅父亲的医药费全包，还会给我名分，抬我做妾，您忘了吗？”阿喜急了，将当初的承诺一五一十和老太太复述了一遍。谁知老太太轻描淡写道：“我怎么不记得答应过你？老太太，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哼，你先回去，别吵到我的乖孙了，说不定等我哪天心情好又想起来了。”阿喜无奈，恋恋不舍地看了眼孩子，回了房。在这里没了老太太的承诺，他什么也不是。如今孩子也生了，他还能怎么办？现在仆人们对他也没了以往那份巴结，除了柴夫，每个人对他明里暗里使绊子。在这深宅大院中，他活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这日，阿喜在房间绣花，柴夫悄悄跑来告诉他，门口有一老人，说是你舅舅，想要见你。阿喜欢喜地跑出门，舅舅却显得忧心忡忡：“你爹病情加重了，如今不省人事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”“什么？舅舅，我爹的病不是一直在治吗？”舅舅摇摇头：“
阿喜急得当天就赶回了家，一进屋就见他爹奄奄一息看着门口，盼着他回来，整个人瘦得只剩骨头，皮肤蜡黄，眼瞅着脚已踏进鬼门关。爹！阿喜趴在床边痛哭，他才知道，自打他把孩子生下来后，冯家就再也没有给父亲送过医药费，于是病情变得越发严重，如今已回天乏术。可阿喜不甘心，只要有钱，他爹就还能治，定能多活些日子。于是他又急匆匆赶回了冯家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冯老太太面前：“老太太，我求求你，大发善心救救我爹吧，求求你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我娘死得早，爹辛苦将我拉扯大，我就剩爹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看在我为冯家延续香火的份上，帮帮我吧。”香火？老太太笑出了声，呵呵，要不是为了冯府能有一个男丁传宗接代，你和那柴夫怕是早就被吊死了。我留了你一条命已经是大发慈悲，你还有脸求我？滚滚！阿喜绝望了，原来老太太早就知晓他和柴夫的事，只是为了让冯府面上有个名正言顺的男丁，才假装不知道这事，让阿喜顺利生产。如今他就这样被冯府抛弃了，阿喜不甘心，如今什么都没了，孩子是他的，他必须带走。于是半夜悄悄溜进冯家，谁知还没有所动作，便被发现。莫说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太太早料到阿喜不会就此罢休，让家丁晚上加强看守，这下被抓个正着。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和那野男人地下相会吧。老太太对满脸不忿的阿喜说道，随即又让人将柴夫押了过来，将他们沉塘。阿喜到死都没明白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买他的是冯府，不行的是冯少爷，答应救爹的是冯老太太，怀孕时宠着护着的是冯府上下，生死一线生的孩子连抱着都是种奢侈。看得最明白的应该是高氏了。阿喜死后，冯府一切如常，高氏看着丈夫婆婆只对面前的孩子关心，完全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话。又想起阿喜，她这才恍然大悟，其实对于冯府来说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尽心尽力，他也好，阿喜也好，都只是延续香火的工具，整个冯府不过就是一个封建牢笼，时代下的悲哀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